情人节这天，我提前下班买了一大束茉莉。最近网上很流行给男友送花，想到我和霍承洲在一起之后，他每年不断的红玫瑰，于是我也想给他送一束。我捧着这么一大束花朵来到霍承洲公司楼下，天已经黑了，这个位置又刚好对着风口，有点冷。我连着给他拨了5个电话，全部都无人接听，直到第6个电话才有人回应，不过是他的秘书赵珊。他语气有点暧昧，姐，承洲，不，霍总现在在开会呢。我看了一眼，既然漆黑的大楼没有一盏灯亮着，自然不会有什么会议，也许是去别的公司开会吧。虽然心里有点不舒服，我还是为打扰赵珊的工作对他说了声抱歉。路上情侣成双成对，怀抱着鲜艳的玫瑰花，女孩子眉眼中都是藏不住的幸福笑意。晚风冷的人打了个哆嗦，我拉了拉风衣，抬头望了眼霍承洲的公司，没有一盏灯亮着，怀中的茉莉花已经蔫了，茂盛的绿叶缀着雪白的花朵，很是漂亮，寓意也很好，赠君茉莉，愿君莫离。第一次遇见霍承洲的时候，他还是个一穷二白的学生。我们出去逛街，他连2碗牛肉面都买不起，于是他只点1碗给我吃，然后自己咽口水，却说自己不饿。现在我们结婚5年，他已经成为了资本垂青的霍总，亲戚朋友都说我押对宝了。他能变得成功，我很开心，可是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了？具体是什么，我却又说不上来。很晚之后，霍承洲才给我回了个电话，他的嗓音有点哑，笑笑，下午你过来有什么事吗？我刚想说话，他却没有等我回答，自顾自地说了下去。今天晚上我还有个会，可能回家要晚点。乖呀，忙完了就回来见你。可这周他已经4天没有回家了，而且今天是情人节。我假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说，承洲，你猜一下我今天来找你干嘛？他笑了笑说，是不是想我了？原来他根本就不知道今天是情人节，虽然有点难过，但是我还是下意识的体谅他。我愣了一会儿，然后回答说，是啊，记得早点回家，因为我想起我们刚刚结婚，霍承洲刚开始创业的时候，当时很穷，我爸妈为了给我弟结婚添置新房，狮子大开口问霍承洲要50万当彩礼。5年前的霍承洲当然拿不出来，于是他和他父母被我爸妈扫地出门。我以为他会不要我，可是向来骄傲的他却放下尊严，到处找人借钱，一天好几份工，白天上班，晚上送外卖，还有空就去跑滴滴。无论什么工作，只要有钱，他都愿意去做。有天霍承洲送外卖，遇到一个特别抠门的男人，硬说外卖没有送到，逼着霍承洲赔款，也就几百块钱，对今天的霍总来说什么也不是，而那时的他却跪在那男人面前求了他好久。他说，求求哥您了，我女朋友还等着我去娶她呢。我忍不住红了眼眶，这是我20多年以来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里从来没有得到过的偏爱。那天晚上我就回家偷走了户口本，隔天我们就结了婚。在民政局拍合照的时候，他根本没办法压制住嘴角的笑意，被工作人员凶了也不改。我想，嫁给爱情大约也就是这样吧。霍承洲刚开始创业的那段时间特别忙，每天要到处拉投资应酬，喝酒喝到胃出血。可5年前的情人节，霍承洲还是会选择推掉一切工作回到我的身边。他们要加2倍钱让我加班，但是老婆等着我回家，我才不干呢。5年前的霍承洲爱我爱得真诚而炽烈，哪怕那时候的他穷得要死，却硬是没有让我吃一点苦。只因为路过珠宝店时，我多看了那枚钻戒一眼，他就偷偷买下。小钻戒13000，看他组合付款，刷完微信刷支付宝，最后从手机壳后面再掏出100块，柜姐的白眼都翻到天上了。后来有钱了，他把这事当笑话说给我听，我才知道，从来没有人为我花这么多钱，也从来没有人这么坚定地选择过我。一穷二白的霍承洲捧着开得热烈的红玫瑰和他那颗真心跪在我面前，他说，笑笑，我会记得我们的每一个重要的日子，我会一直保护你。回到家后，我熬好了醒酒汤，可直到凌晨3点，情人节已经过去，霍承洲也还没有回来。过了好久好久，我终于忍不住给霍承洲打过去了一个电话。我从来没有查岗的习惯，总是霍承洲事无巨细向我报备，根本不需要我开口。而现在，巨大的不安全感让我迫切地想知道他在哪里。接听的人又是他的秘书。我说，让承洲接电话吧。他为难道，可霍总已经睡着了。我又问，喝多了？他语气好像带点娇羞。霍总帮我挡酒，一不小心就喝多了。我完全理解商务应酬，可为什么你喝醉了的深夜是一个女同事照顾你呢？我想不通。隔天我去霍承洲的办公室找他，一路上很多老员工和我打招呼，
霍承洲刚开始创业的时候缺人，我做过一段时间他的助理，所以大家都认识我。后面事业好起来了，他说担心我累坏身体，帮我在朋友公司找了一份闲职。确实很闲，每天只需要帮忙处理一下文件，偶尔做个 PPT。我其实挺有事业心的，当时在霍承洲公司也做得很好，但那时我因为一直在调理身体备孕，就答应了他。算起来也有1年了，备孕没有成功，和霍承洲的距离却越来越远了，连带着人也变得迟钝，可以说是得不偿失。一打开办公室的门，扑鼻的香味袭来。霍承洲正在和赵珊聊工作，他侧着头，露出一截雪白的脖子，脸上带着浅浅的笑意。窗外的阳光洒下，气氛很舒服。旁边办公桌的花瓶上插了一束开得灿烂、带着露水的茉莉花，比我昨天买的那束要漂亮很多。好巧，还好我昨天没有固执地等他，不然他都没有花瓶放我的话。看见我，霍承洲下意识地皱了皱眉头，随后又挤出一个笑：“你怎么来了？我不能来吗？”我看了眼赵珊，说：“不好意思，小赵，你先出去一下吧。”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赵珊刚刚挂在脸上的笑容一瞬间就凝固了，霍承洲的笑容也消失了。小赵人挺好的，昨天晚上是我喝多了忘记回去，你别冲他发火，我心口一致，只不过是把他叫出去，就是冲着他发火。看见我的僵硬，霍承洲察觉自己说错了话，一把把我搂在怀里：“我没怪你的意思，我是太着急了，怕你多想多想的人到底是谁？”我靠在他的怀里，眼睛又酸又胀，本来觉得没什么的，他打一个巴掌给磕糖，反而让我觉得心口发闷，剧烈的委屈感不知从何发泄。我说：“霍承洲，昨天是情人节，你都没有陪我。”他听到这句话时，抚摸着我的头发的手突然就顿住了。他说：“笑笑，不要这么任性，你应该体谅我最近真的很忙。”我哑然。我们在一起7年了，每年的情人节，从精心准备到只有1束玫瑰，再到如今的不要任性。我们明明已经熬过了最艰难的时候，可为什么爱却好像在慢慢的消失？我想不通。这天晚上，霍承洲终于回家了。我精心准备了一桌子菜，他和往常一样，凑近我的脸亲了一口，就坐下开始吃饭，一边吃一边在手机上回复别人的消息。我想霍承洲应该是在和人聊工作，可他脸上却莫名堆积着笑意。我就端坐在桌子前，没有去盛饭，也没有动筷子，只是默默地看着他。多久，我们没有在一张桌子上吃过饭了。以前明明2个人共吃一碗面也可以很开心，而现在桌子上都是山珍海味，2个人却不说话了。他回家像例行公事，而不是因为想要见到我。过去了大概7、8分钟，霍承洲终于发现了注视着他的我，匆忙把手机给放下，对我说了句：“抱歉，最近工作太忙了。”忙什么？和人调笑吗？我忍不住这样想。我垂下眼睑，问：“公司发生了什么开心的事吗？”你刚刚一直在笑。霍承洲还是迟钝，没有发现我的不对劲。他笑了声，回答我：“最近新来了一个职员，毛手毛脚的，很蠢，连咖啡都不会喝。就我所知，新来的员工里和霍承洲关系很近的就只有赵珊了。”他的话语不自觉地带了点宠溺的，就连眼神也温柔下来，像陷入了回忆里。我一时不知道该回答些什么，忍不住苦笑。脑海里突然想到社交软件上刷到的一句话：“你的老公马上就要有新的女朋友了。”我告诉自己说别多想，要相信他。他曾经那么爱我，我不能因为自己没有安全感，就没头没尾的去怀疑他。过了一会儿，霍承洲去洗澡，他的电话却突然响了，姓名备注是秘书赵珊，很正常，连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，我竟然松了一口气。我接起电话说：“承洲在洗澡，有什么事吗？”赵珊沉默了好一会儿。然后他说，他给霍承洲的保温杯里灌了蜂蜜水，放在副驾驶的公文包里，我一定要记得让他喝。他还补了一句：“霍总为我喝了很多酒，蜂蜜水可以养胃，姐你不要多想。”我假装毫不在意，笑着回应：“怎么会呢？小赵你也要好好注意自己的身体，我替承洲谢谢你了。”赵珊答了句好，就挂断了电话。这时霍承洲刚好从浴室里走出来，我把手机递给他，面上毫无表情地对他说：“赵珊让你记得喝蜂蜜水。”实际上我紧盯着他的每一个表情和动作，生怕错过哪个细节。可霍承洲的表现却堪称完美，他笑了笑，温柔地揉了揉我的头发。是不是又多想了？可是我更想喝笑笑你煮的汤，明天做给我喝好不好？我应该做什么？我应该像网上别人说的那样潇洒利落，直接给渣男一巴掌，再到他公司闹得沸沸扬扬，手撕渣男贱女，然后再开启人生第2春。可是人生不是这样，多的是难以决断。
我跟霍承洲的感情捕风捉影时谈断舍离，就像眼前我花了一下午做了一桌的菜，有一只苍蝇飞过，我就决然将它们打翻，汤水四溢，然后再花上很大的功夫将它们收拾干净。有时候女人宁可等菜腐烂，也不肯将苍蝇飞过的菜倒进垃圾桶。我想我应该继续深究，可是我不敢，我舍不得轻易放下7年的感情，舍不得他给我的唯一的偏爱。周四这天，我预约了市医院的妇科专家。我和霍承洲结婚5年了，一直没有孩子。霍承洲没有问题，有问题的是我。小时候因为营养不好，我发育很慢，高2的时候才来月经。家很近，我是走读生，天天在家里吃饭，因此妈妈不给我一点零花钱。发现自己来月经之后，我不敢开口问妈妈要钱去买卫生巾，于是在妈妈的卧室里拆了一包卫生巾，拿出来一片来用。被妈妈发现以后，她气急败坏，刻薄地骂我是小偷，不要脸的婊子，既然这么有本事偷，以后就不要问她要钱买。我看了看弟弟脚上7000块一双的球鞋，咬着牙忍住眼泪。我没办法，只能问同学借，可借久了，总会觉得不好意思，没办法再向同学开口。到那时候，我只能在厕所垃圾桶里捡着别人稍微干净点的卫生巾用。久而久之，因为卫生问题，我得了妇科病，再加上小时候的发育问题，我很难怀孕。经过一系列检查之后，大夫看着检验单，皱着眉头说我怀孕几率很低。意料之中的结果。这些年，中医、西医我都去治疗过，只是得到的结果都是这样，白白受罪。霍承洲喜欢孩子，我其实还好。这么殷勤的治病，一方面是为了他，一方面是为了解开我自己的心结。我想治疗家庭留在我身体和心理上的一切伤害。好像病治好了，那段难堪又羞耻的记忆也不存在了。走到医院门口，霍承洲妈妈突然给我打来了一个电话。电话那头，她语气温柔：“乖乖，是不是今天又去医院看病了？不要紧的，我们不是说过了吗？没有孩子也没事，你们2个好就好了。我包了很多荠菜饺子，过几天拿去给你吃呀。”我心口一热，眼眶有点湿润。霍承洲爸妈和我家完全相反，夫妻恩爱，2口子都情绪稳定，对待我就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。我不能生孩子，他们不在乎，只关心我的身体。知道我爱吃荠菜饺子，就每隔一段时间做好给我送来。偶尔和霍承洲吵架，他们也都站在我这边。或许是因为没有得到过吧，我总是很容易为这种关心动容。我无法离开霍承洲，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不想离开这样的家庭。我总觉得是老天为了弥补我之前痛苦的20多年，才让我遇见霍承洲和他的家人，一切美好的像梦。可惜梦总是要醒的。把霍承洲妈妈拿来的饺子热好，我拎着便当盒去了公司。我想缩短我们之间的距离，找到我们的婚姻问题，更想多见见他。等电梯的时候，刚好遇到了赵珊。她看上去今天心情很好，精心打扮过。我注意到她无名指上戴了一枚很大的钻戒，猜想赵珊大约是最近被男朋友求婚了。我笑着问她：“小赵，和男朋友快办婚礼了吧？”赵珊有些不好意思地撩了撩头发，钻石在头发上闪着光。看钻石的大小，这枚戒指绝对不便宜。赵珊的男朋友非富即贵，这个牌子的戒指和我和霍承洲的婚戒是一样的，只是我的钻石远没有他的大。即使多年我精心保养，钻面也有些暗淡了。他答道：“还说不准呢，不过我愿意等他。”谈到这个他时，赵珊的眼睛一瞬间就亮了。赵珊看上去就很爱她的男朋友，我为之前误会她对霍承洲有意思而觉得抱歉，却也可耻地觉得心安。就好像霍承洲之前的冷漠和那些可疑的细节都可以被一笔带过。他还没有变心，他还爱我。我和赵珊同时进了霍承洲的办公室门口，也许是因为我不常来公司吧，他竟然没有察觉到我的存在，走上前来拍了拍赵珊的肩，夸她昨天写的企划书很好。看见他们的肢体接触，我有点酸，但又觉得我好像太小气了。到底还是没忍住，我喊了出声：“承洲！”听到我的声音，霍承洲放在赵珊肩上的手就像被烫着了一样，肢体僵硬。他赶紧走上来，接过了我手里的饺子，然后像小狗一样蹭蹭我的脸，说：“谢谢老婆。”我侧过头，却发现赵珊在出神地望着我们，眼睛里看不出什么情绪。被人盯着和老公亲密，我突然有点脸热，我抱歉地看了他一眼。赵珊却好像被我的眼神刺着了一样，匆忙离开。我拍了拍霍承洲，责怪他突然的亲昵。他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，嚷嚷着：“我的老婆，贴贴怎么了？”我哑然失笑，心里都是甜蜜。离开的时候，赵珊突然叫住我，加了我的联系方式，说方便以后处理好霍承洲的工作。虽然觉得这个理由有点奇怪，
但现在的我心情很好，并没有多想。或许只是怕我误会，想要避嫌吧。因为公司突然接到了一个大单子，连我也奇怪地忙了起来。碰巧上司出差还缺了一个人，最闲的我自然得顶上。我心想挺好的，就当出去散散心，省得我成天东想西想。出差的城市恰好是我和霍承洲母校所在的城市，我也很久没有故地重游了。晚上上司和他的秘书一起去谈生意，我没有什么事情，就一个人去了学校附近。我想尝尝曾经吃过的那家牛肉面，可惜已经倒闭了。想偷偷溜进学校逛逛，因为没有学生卡，尴尬地被保安拦下。我的心闷闷的，总有种不太好的预感，怀疑一旦在心里种下种子，就无法再消失。我深耕那些细枝末节，暗示自己，我和霍承洲的感情就还像以前一样好。到底意难平。很少喝酒的我鬼使神差地进了学校附近的一家酒吧，装潢什么的都很简陋，来这里的几乎都是一脸稚气的学生，有一对情侣就在人堆里热吻。都说一醉解千愁，我喝了很多酒，我喝得昏昏沉沉，不想打扰上司秘书，自己叫了一辆网约车。车上的气味很难闻，本来喝醉了就很不舒服，现在更难受了。我打开一点窗，却发现周围的环境好像和我来的那条路不一样。打开手机，软件提醒我订单已经结束。不妙，我不想打草惊蛇，偷偷给霍承洲发消息：快报警！快报警！快报警！为了提醒他，我还开着静音给他打了几个电话，全部都无人接听。他到底在哪？霍承洲因为工作原因，手机都是24小时开机的，为什么就是不回我短信和电话呢？我紧张的手脚都在发抖，见联系霍承洲没有效果，马上又用短信的方式给警察报警。好在警察很快就回复了。我抬头望了眼车内后视镜，刚好和司机撞上视线。一瞬间，我好像连呼吸都忘记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司机是个光头，他咧开嘴笑着，露出一口黄牙。哟，美女，你酒醒啦？他说完，把车停在了一处无人的工地。我尝试着拉了一下车门，祈祷只是我误会司机了，或许是他的车出了什么状况，或许只是想要抄小路，可惜希望落空，车门还是上锁的。心脏像要跳出胸口一样，谁来救救我？当我困在原生家庭的噩梦里的时候，是霍承洲救了我，而现在能救我的却只有我自己。我已经报警了，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拖延时间，等待警察来救援。司机不放我下车，他还是冲着我笑，眼神像黏腻的蛇。他从前座向我这边爬过来，如果只是想侵犯我或者抢劫，那就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。我只求警察能快点找到我，让我的痛苦早点结束。突然一阵寒光闪过我的眼睛，我看见了他手上闪着白光的匕首。我早该想到的，他作案手法这么粗糙，也没有过来抢我的手机，就是因为没有想过放我一条生路。他拿着匕首就冲我身上砍，好痛！我大声地呼叫着救命。虽然机会渺茫，但是万一有人呢？被扎得浑身都是血，血流进眼睛里，视线变得模糊。我忍不住想，如果我死了，霍承洲该会有多难过。我晕了过去。再醒来时，我已经在医院了。医院里只有我一个人。我还是足够幸运，在我昏过去那一瞬间，警察就赶到了。虽然看着吓人，但是却都只是皮外伤，好好护理以后连疤都不会有。这份劫后余生的快乐并没有持续太久。霍承洲直到今天都没有回复我的消息，或者给我打一个电话。他到底在做什么？难道是手机坏了？可是我们每天都会互相发消息啊，为什么他没有怀疑？来看我的人只有和我一起来出差的上司的秘书。秘书还很年轻，刚刚从大学毕业。他看到我缠着绷带的样子，直接捂着嘴哭了。他欲言又止，最后还是下定决心对我说：姐，我实在是瞒不下去了，过2天好点了，赶紧回家看看吧，潘多拉的盒子到底还是要被打开了吗？我隔天就买了回家的高铁票。身上的绷带很惹人注目，一路上很多人看我，伤口很痛，但终究抵不过心痛。怀疑的种子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，我迫切地需要得到一个答案。我几乎用最快的速度赶回了家。我和霍承洲住的房子其实很小，后来有钱了也没有换过。站在门口，门上挂了一幅画着卡通小羊的春联，是我和霍承洲一起挑的。贴春联的时候我怎么都够不上，但霍承洲很高，他一伸手就贴好了。旁边的鞋架上，我和他的鞋子都摆放整齐，只有一双酒红色的高跟鞋东倒西歪。我站在门口犹豫了好久，真相或许并不太难猜到。怕场面太难堪，我轻轻敲了敲门。其实也不算久，只过了大概3分钟吧，我却觉得度秒如年。
霍承洲打开了门，穿过他高大的身体，我看见了像女主人一样坐在沙发上的赵珊。她没有化妆，穿着一条白色的吊带裙，姿态那么自然，仿佛我才是一个客人。外面在下雨，空气又热又湿，房间里有一股说不清楚的味道，夹杂着一点香水的气味。而我和霍承洲都不喷香水。赵珊也同样发现了我的视线，对着我勾唇一笑。我的手紧紧地攥着行李箱的拉杆，却还是忍不住在发抖。霍承洲对我的到来很惊讶，他的嗓音有点哑，怎么突然回来了？我盯着他的唇角，破了一个小口，然后视线下移到他的脖子，上面有一块红痕。霍承洲穿的也很休闲，就是普通的家居服，只是他的白 T 下摆有点皱。察觉到我的视线，他下意识地捂住了那块红痕。赵珊看着他，一不小心笑出了声。他眉毛一挑，对着霍承洲说了句：“我们都做了这么多次了，你还装什么装？”霍承洲紧盯着我，脸色一瞬间变得很难看，嘴唇咬得发白。他拉住我的手臂，想说些什么，但看见我的表情之后，又不敢开口了。还能有什么不明白的呢？情人节隔天办公室里的茉莉花，那个很笨的不会喝咖啡的同事，那个会让他一直笑的网友，那枚让我觉得眼熟的戒指。赵珊对我莫名其妙的恶意。情人节隔天那次去办公室时，有个曾经关系很好的同事一直让我多来公司看看。当时我不明白他话语背后的深意，现在我懂了。出差时，上司秘书偶尔露出的愧疚的眼神。上司和霍承洲是老朋友，一切不过是他们的故意安排，支开我，好让他们两个自在的约会。多可笑啊！大家都心照不宣地瞒着我，我的爱人爱上了别人，全世界都知道，只有我不知道。我差点死掉了，而他却和另一个女人在我们买的房子里翻云覆雨。我怎么那么傻呀？我怎么能那么傻呀？心尖痛得发抖，我张了张嘴，想说一些质疑的话，想大骂霍承洲，喉咙却被抽泣的声音填满，什么也说不出来了。那些被我藏起来假装看不见的真相，就像装满水的气球一样，啪的一声裂开。最后我给了霍承洲一巴掌，转身离开。我搬了出去，中途回过一次家，碰见了守着我的霍承洲。门打开，他没开灯，楼道里的光漏进屋子里，把他身影拉得很长。我无法抑制地回想起曾经，霍承洲也是这样站在女生宿舍楼下，红着脸给我送卫生巾，说怕我不舍得花钱。为什么人要变呢？我想不通。见我进门，霍承洲站起来，想扶我的手。就在他快要碰到我的时候，我猛地后退了一步，避开了他的手。太脏了，他的一切都太脏了。从前我总以为他是我的光，现在发现他其实不过如此，一个庸俗的有了钱就变心的男人。但5年的感情一时之间还是无法被割舍，心口钝痛。霍承洲收回了手，又陷入黑暗中。我们都保持着沉默。我打开灯，开始收拾东西。霍承洲点了一根烟，猩红的火光闪烁。他从前从来不在我的眼前抽烟。过了不知道多久，他的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响起，格外清晰。笑笑，赵珊他把你给我的信息和来电记录删掉了。如果那天我看到了，我就算被车撞死，我也会去找你的。我冷冷地说。哦，那你的手机为什么会在他那里？他眼睫颤了颤，说话的声音有些颤抖。笑笑，你要信我，我有苦衷。我怒极反笑，什么苦衷？你一个总裁还要靠说服女秘书来拿业绩吗？听完我的话，霍承洲把头埋进怀里，手指被烟头烫着了，也不在乎。他不再开口。好奇怪，我竟然一点也不想听他的解释，因为我明白，无论在做什么，我们之间的缝隙也已经弥补不了了。我想过很多很多会和霍承洲分开的样子，也许是天灾，也许是人祸。我以为除了生老病死，没有什么再能分开我们。可惜，男人就是这样一种浅薄的生物。只是7年，我表面看起来美好的爱情就这样被轻而易举地毁掉。我想起我和霍承洲婚后，我妈打来的一个电话，她的语气还是那么尖酸刻薄，说我这么上赶着，迟早有一天会被霍承洲给抛弃。竟然真的一语成谶。我的义无反顾，原来是傻里傻气。才7年啊，霍承洲，我们说好了一辈子，你却连7年的忠贞都做不到。接下来的1整个月，霍承洲都在我的公司楼下守着我。曾经每天日理万机的他，一下子就空了。赵珊甚至还打电话给我，叫我放手，劝他回去工作。只要我一出现，他就能从不知道哪里爆出一束灿烂的红玫瑰。时光还真就不曾亏待过他，哪怕看上去气色很差，脸还是好看的，穿着白衬衫，看上去就像个大学生。我甚至还遇见过有女孩问他要联系方式，我每次都接过他手里的玫瑰花，然后当着他的面扔进一边的垃圾桶里。
他总是看着我，一脸受伤。我喜欢的哪里是红玫瑰呢？就算穿上了白衬衫，就算送再多红玫瑰，到底还是回不去了。这1个月，我一直在反复的回想。我想，这不是闹别扭，也不是一场漫长的吵架，而是真的不爱了。其实我还是舍不得，始终狠不下心说出离婚2个字。但是真的回不去了，哪怕拖着也回不去了。周4那天，我按照安排去妇产科拿药。今天挂专家号预约看诊的人很多，休息室里都是人。我的运气真的很奇怪，有时你觉得是一件坏事，翻到另一面来看，反倒是一件好事。很巧又很不巧的，我遇见了同样在等待叫号的霍承洲和赵珊，还有一个我完全都没有想到的人，霍承洲的妈妈。霍承洲丢下赵珊，快步来到我身边。你妈为什么会在这？我听到自己的声音抖得厉害。所以你全家都知道你养小三是吗？霍承洲低垂着头，他想伸手拉住我，手伸出一半，却又收了回去。赵珊挣开霍承洲妈妈，也走了过来。她笑嘻嘻地炫耀说：“对呀，承洲早就带我见过爸妈了呢。现在我肚子里的孩子3个月了，他们放心不下我，都过来陪我做产检。”我转头过去看霍承洲妈妈，冷着脸问：“妈，我最后再叫您一声妈，是他说的这样吗？”霍承洲妈妈讪讪地低下了头，她小声说：“笑笑，你确实可怜，可我们也没有亏待你的呀。虽然让珊珊怀孕是有点过分了，但是我们霍家怎么能绝后呢？没有传宗接代的话，可是对不起祖宗的呀。你不生，我们也不怪你，找别人来生。够了！”霍承洲脸色发白，打断了他妈妈的话。毕竟我们一起生活了5年，他到底还是很了解我。传宗接代，又是他妈的传宗接代，这话讲得真够冠冕堂皇。一股强烈的反胃感涌上喉咙，我忍不住俯下身干呕。霍承洲一脸焦急，不停地在我旁边说着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原来这就是他口中所说的苦衷。他竟然觉得这个苦衷可以挽回我。他把我当成什么了？过了好久，我缓过神了，摇摇头，站起身。我当着所有人的面给了霍承洲一个响亮的巴掌。滚啊！我嘶哑着喉咙，像绝望的困兽。我们离婚吧！马上听到这句话，霍承洲扑哧一下跪在了地板上。他不再顾及那么多，抓着我的手，满脸眼泪。笑笑，没了你我活不下去，我真的活不下去。我突然觉得很可笑。以前我以为他给人下跪是因为在乎我，现在我看透了，这个男人只是单纯的没有自尊而已。我用5年的时间做了一场梦，是时候该醒了。我找了最好的离婚律师，只求以最快的速度离开这个令人作呕的男人和恶心的家。公司那边我也已经辞职了，我不想和霍承洲再沾上一点关系。房子是我们共同拥有的，我不想让办离婚手续那段时间，我偶尔会住在那个家里，只不过睡的都是客房，主卧我嫌弃恶心。霍承洲以为我回心转意，天天围着我转。赵珊终于沉不住气，挺着大肚子找上门来。她哭得梨花带雨，在楼道里哭喊着求我把霍承洲让给她。不过她为了保全霍承洲的名声，一句不提他的名字，只喊我，我才懒得理他。离婚冷静期还有3天就结束，我马上就会和这群人渣分道扬镳。霍承洲一点也不相信我会真的离婚，为了哄我，自己提出要净身出户，公司的股权给我，不动产和账户里的钱也都给我，就连霍承洲的妈妈也上门来求我回去。想得真美。赵珊肚子里的孩子已经很大了，他们根本不怕赵珊会不要孩子，看见我走了，才想着要留住我。人不能既要也要。因为害怕我生气，霍承洲甚至连饭都不敢出去送给赵珊吃。赵珊也是狠人，硬是饿了3天。当然啦，具体有没有人送我也不在乎，只是不巧，第3天的时候，我怕赵珊死在门口晦气，出去开了个酒店，刚好遇上霍承洲搂着赵珊给他开房洗漱。此情此景，我真的觉得很想笑，很荒唐。霍承洲到底舍不得。我想了想，还是不要上去打招呼好了。我很善良的，怕吓到孕妇，万一出事了赖在我身上呢。隔天民政局一开门，我就领着霍承洲进去了，成为今天最早离婚的一对夫妻。出来的时候看到霍承洲都觉得顺眼了一点，心情很好。但霍承洲的心情看上去很不好，他红了眼眶，看着我说：“笑笑，我会一直等你的。”我挑眉：“你都要做爸爸了，就别来恶心我，为你儿子积点福。”霍承洲烦躁地揉了揉头发，看上去即将要崩溃的样子。我刚遇到赵珊的时候，总觉得他很像你，你知道吗？笑笑，我真的非常非常爱你，我再也不会这样爱一个人。
可是每次看到你，每次和你对视的时候，我就无可避免的会想起以前那个落魄的自己。他看着我，一脸真诚的样子。我那时候太没用了，现在能力起来，我总想去弥补，可是回不去了。我怒极反笑，你可真恶心人啊，霍承洲！你觉得你亏待了我，不来弥补我，跑去找年轻的刚毕业的女大学生生孩子。事已至此，还在为自己找借口，我真是瞎了眼才会和你结婚。我反手给赵山拨通了一个电话，叫他过来带走他的男人。我冷笑说：“霍承洲，你这种不值钱的爱还是留给别人吧。我的原生家庭不好，我也确实缺爱。霍承洲出轨，我一直在为他找借口，甚至还想过原谅他。但是我已经是个30岁的成熟女人了，不再是那个会因为一片卫生巾而苦恼心动的女孩。离婚之后，霍承洲真的是大出血。他当初痛哭流涕，以为我会回心转意，将公司的股权、不动产和账户里的钱都给了我。他没想过我会毫不犹豫地收下，更没想过我会做这么绝，一上任就把他和赵珊珊从公司辞退。我对他的公司不怎么感兴趣，在公司状态良好的时候，转手高价卖了出去。这是霍承洲的心血，几乎是他最在乎的东西，我轻而易举就卖了，就像他曾经轻而易举地糟践我的真心一样。当年打拼的时候，我多少也积累了一些人脉，虽然不用我多说，我和他的故事早就满天飞。后来有人辗转告诉我，霍承洲重新开始创业，带着曾经的人马想大干一场，向银行贷款了接近小1亿，只是结果不太好，被人背刺，赔得很惨。赵珊和霍承洲也没有结婚，她孕后期听说霍承洲破产，着急跑路，怀孕7个月了，还去医院引产。正规医院不敢给她做手术，她去找私人医生，在手术台上大出血，摘除了子宫。真可惜，这下霍家人传宗接代的梦又碎了。后来我也没有再婚，一个人过得很好，反正财富自由，可以到处旅行。我去了大山里支教，用霍承洲给的这笔巨额财产盖了很多所女校。我不想让这些女孩像小时候的我一样，连最基础的生活用品都得不到保障。我很少会感到孤独，这些可爱的女孩们也会一直陪在我的身边。现在阅遍山川，我才明白，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于世间水火。不必可惜你没有陪我到最后，我是我自己的光。全文完。